地震过后，一块水泥板同时压住了女孩和弟弟。废墟外，母亲哭得撕心裂肺，不知该怎么办。可邻居却说只能救一个，让她快点做决定。在众人的连声催促下，母亲身子一软，抱住邻居的大腿，颤抖着说：“救弟弟。”母亲的话被女孩听得清清楚楚，她流下委屈的泪水，随后便眼前一黑，再次被瓦砾掩埋。救援很快便结束了，母亲抱着女孩的尸体，哭得要死要活。可她来不及悲伤，必须马上把弟弟送去医院治疗。然而神奇的是，不知过了多久，女孩居然从尸山血海中醒来，发现身边尸横遍野，十分凄惨。她缓缓站起身，不敢相信自己还活着。可冰冷的雨水和身体的疼痛却在不断的提醒她，不仅没死，还被母亲抛弃了。女孩迷茫地在废墟里游荡，身边的人来来往往，可她一个人也不认识。幸存的街坊四邻早就转移到避难所，只剩她独自留在这里，无依无靠。这时，有个细心的战士发现了女孩，连忙为她披上雨衣。孩子，你家在哪儿？你的爸爸妈妈呢？你还有亲人吗？女孩不知该怎么回答，一想到母亲的选择，她就委屈的浑身颤抖，难受到哭也哭不出来。战士见女孩这样，心疼的把她抱在怀里，带回了军营。1个月后，女孩身体上的伤已经痊愈，可内心仍旧千疮百孔。她恨母亲抛弃自己，也不愿再回忆地震时惨痛的经历。于是，女孩撒谎说失忆，和其他失去父母的孤儿待在一起。这对没有孩子的军人夫妻特别喜欢女孩沉静的样子，决定把她领回家当亲生女儿抚养。很快，女孩便随着部队和养父母一起回到北京。刚进门，女孩的眼神有些戒备，她默默地打量着周围的环境，发现这里和自己以前的家完全不一样。紧接着，女孩又有些害怕地盯住吊灯，担心地震会再次来袭。养母赶紧蹲下来，轻声安慰说：“北京不会地震，这里很安全。”女孩这才稍微放松下来，乖乖跟着养父母来到自己的房间。房间里，养父母为她准备了许多玩具，温馨的小床上更是摆满了同龄孩子最喜欢的漫画书。可是，女孩对这一切都无动于衷。她扭过头，避开了养母的手，就这么静静地坐在床上，娇嫩的小脸写满了冷漠与警惕。她被母亲伤得太深，很难再接受别人的情感。可是无论女孩怎么想，生活还在继续。没过多久，她就被养父母带到学校，准备办理入学手续。登记信息时，一直不肯开口的她，终于说出了自己的名字。我叫王导。女孩固执的表情让老师和养母有些吃惊。养父心疼孩子，决定就按她的意思来办。登记完名字，养父把女孩带到一旁，一边帮她按脑袋，一边询问过去的事情。可是无论养父怎么问，女孩都说自己不记得。养父发现她是装失忆，但也没有计较。夫妇俩的真诚和尊重，终于让女孩放下心防，露出了笑容。然而，就在女孩迎接新生活的时候，留在唐山的母亲却陷入了深深的自责当中，手心手背都是肉。女儿的死实在让她无法释怀。无论婆婆和小姑子怎么劝，她都执意选择留下，守着周围的一片废墟过日子。时光荏苒，转眼就是10年。原本的废墟已经变成百货大楼，可母亲宁愿住在破烂的平房里，也不肯带儿子搬进安置房。这时，弟弟已经长成了大小伙子，母亲想让他考大学，好给婆家一个交代。可他根本不是读书的料，连高考都没参加。不过，失去女儿的愧疚让母亲对弟弟十分宠溺，嘴上虽然数落着，但从来都舍不得打。清明这天，母亲带弟弟到路边烧纸，她每年都会不厌其烦地念叨，生怕女儿和丈夫不知道他们搬过家。见母亲哽咽的样子，弟弟有些心疼，急忙给她拍背顺气。他也很思念姐姐，但看着母亲每天都活在自责里，心里便有些不是滋味。早知道这样，当年还不如救我姐呢。母亲在时光里煎熬，可女儿又何尝不是如此呢？内心的伤口并没有她想的那样容易痊愈。10年里，她总会梦见弟弟和父母骑着单车从身旁经过，把自己丢在原地。她是那个被抛弃的孩子，只能看着家人渐行渐远。为了忘掉过去，姐姐不顾养父母反对，执意报考远在杭州的医学院。入学这天，她认识了高大帅气的学长。一来二去，两人变成了情侣。然而，就在姐姐沉浸于恋爱的喜悦中时，养父却专程来到杭州，告诉了她一个不幸的消息。姐姐立马请假赶回北京。等再见到养母时，养母已经躺在病床上，奄奄一息。弥留之际，她递给姐姐一个小布包，除了家传的手表，里面还有一张存折。养母希望姐姐能放下过去，回唐山寻找自己的亲人。姐姐没有回答，只是默默流泪。养母无私的关爱让她不知该如何面对。养母走后，日子似乎又恢复了平静。可就在临近毕业时，姐姐却被检查出已经怀有3个月身孕。男友担心这事会影响前程，坚持要她把孩子打掉，但姐姐却说什么也不肯进医院。她是被母亲抛弃的女儿，现在无论如何也不会抛弃自己的孩子。为了把孩子养大，姐姐独自退学，偷偷离开了杭州。养父找到学校，把男友骂了个狗血淋头。可骂得再狠又有什么用？他同样想不通，亲手养大的女儿为何会
这样不辞而别。怀着疑惑，养父孤苦伶仃地过了5年，而姐姐的母亲也在日复一日的自责里又熬过了5年。这时，弟弟事业有成，想在唐山为他买套大房子，可母亲惦记着女儿和丈夫，说什么也不肯住好地方。无论弟弟如何生气，她都要坚持住在平房里，孤独终老。然而，母亲根本想不到，她心里最对不起的女儿，非但没死，反而已经做了妈妈，还有了新的家庭。春节前夕，姐姐带着孩子回到了阔别已久的养父家。这些年，她上门给人做家教，独自把女儿拉扯大。养父虽然表现得很平淡，可慌张的眼神却透露了他的心事。俗话说，亲生不如亲养。女儿失踪5年，又突然回家，没有哪个做父亲的能不担心。为什么不回家呀？怕您担心。不想让我担心，我天天担心。姐姐一直以为自己是领养的孩子，养父对她或许没有那么深的感情。可直到这一刻，她才发现亲人终究是亲人，无论犯过什么错，他们都会敞开怀抱迎接自己回家。一转眼，时间来到2008年。这一年，汶川发生了史无前例的特大地震。远在国外的姐姐看到新闻，想起了童年时的惨痛记忆。在女儿和丈夫的支持下，她决定即刻回国去震区救灾。姐姐搭车进入灾区，她学医出身，很顺利地加入了当地医疗队。震中宛如人间地狱，满目疮痍的景象和32年前的唐山如出一辙。然而，工作刚开始，救灾部队便遇到了麻烦。有个小姑娘被压在水泥板下面，倒塌的大楼仅有1根柱子支撑，要是强行挖掘，很有可能直接坍塌。不料，就在大家抓破头想办法的时候，余震突然来袭，有人因此受伤不说，本就破损的大楼也变得更加危险。看着受伤消防员被抬走，小姑娘的妈妈陷入了深深的自责。她跌跌撞撞地爬到女儿身边，哽咽着对女儿道歉，然后毅然决然地让医生过来锯腿。在场所有人都愣住了，孩子失去双腿，以后该如何生活？但妈妈何尝不清楚后果？在生死抉择面前，她理智得让人揪心。不能再熬了，再熬了我就垮了。再搭上你们的性命，我对不起你们父母。菊妈，儿长大了，恨我，但他恨妈。伴随着妈妈凄厉的哀嚎，小姑娘成功脱困。姐姐守在旁边，突然想起了自己的母亲。32年前，母亲肯定也纠结过，也像现在这样哭得撕心裂肺。此情此景，她终于感受到了母亲当年的心情。深夜，救援行动仍在继续。姐姐拖着疲惫的身子，随便找了个救援队讨要食物。然而，命运就是这么奇妙，这里刚好是唐山救援队的驻地，而她的亲弟弟也刚好在这里休息。姐姐埋头吃着饼干，本不想上前相认，可弟弟的话却像剪不断的线一样，不停往她心里钻。听着听着，姐姐就再也吃不下去了。她从未想过，记忆里那个绝情的母亲，竟然会为她折磨了自己32年。76年地震，把我妈这辈子全都毁了。那心灵碎得跟渣儿一样，把我的房子都盖起来了，可我妈心灵的房子再没盖起来。32年，老太太心灵都守着这些废墟过日子。听到这话，姐姐终于忍不住和弟弟相认。她跟着弟弟回到了阔别已久的唐山。在家门口，姐姐犹豫着该不该进去，可来都来了，再回避过去又有什么意义呢？想到这儿，姐姐抬手推开大门，她一眼就看到母亲正站在厨房里忙碌。多年未见，母亲已经苍老了许多，可却不像她想的那般兴奋与激动。小院里的气氛顿时跌落到冰点。弟弟急忙打圆场，把姐姐请到屋里。刚进屋，姐姐就看到墙上挂着自己和父亲的遗照，桌上还摆着满满一盆自己小时候最爱吃的西红柿。正当她惆怅不已时，母亲突然开口了：“西红柿都给你洗干净了，妈没骗你，我给你道个歉吧。你是从哪儿冒出来的？啊？这么些年，你咋就不给我个信儿呢？我还以为你跟你爸在一块儿呢。起来，我成天的惦着你们俩呀，我惦了你们32年，你们咋不理我呢？你到底是上哪儿去了？你咋才回来呢？等啊！起来呗！见母亲这样，姐姐终于打开心结。她跪在母亲面前，哽咽着让母亲站起来。埋藏了32年的委屈就此烟消云散。第二天，全家一起去山上扫墓。姐姐走到自己的墓碑前，发现墓室里放着一个崭新的书包，还有2摞从小学到高中的教科书。弟弟告诉她，过
过去的那些年，母亲不管买什么都会买2份，有她一份，那就肯定有女孩一份。听到这话，姐姐再也忍不住，独自走到一旁，蹲在地上痛哭起来。人这辈子能有几个30年？委屈自己，折磨亲人，又有什么意义呢？她像孩子一样扎进母亲怀里，放声大哭。湛蓝的天空下，母女俩紧紧拥抱在一起，久久不愿分开。